Hi everyone, good morning. I am Hazel. This is my daughter. What's her name? What's her name? Zoe. Yeah, this is my daughter Zoe. She is 17 months now. Today I'm recording this video to show you all what she eats for breakfast, lunch, and dinner and how to make them. Oh, thank you. Alright, come on, sleepyhead. Let's head to the kitchen. We're gonna have some breakfast. 早饭给孩子准备了一些鹌鹑蛋，1岁多的孩子长身体需要更多的脂肪和蛋白质，鹌鹑蛋比鸡蛋有更多的脂肪和蛋白质。这是我从亚洲超市买的，如果你身边没有亚洲超市，可以试着在亚马逊上搜索鹌鹑蛋。锅中放入蛋，倒入能没过蛋的水，煮开5分钟后基本上就好了。刚煮熟的蛋剥壳会有一点困难，这里有一个小技巧，就是用凉水把蛋都泡一下或者淋一下，越凉的水越好。淋完之后呢，剥壳就会比较容易。剥完壳后，用过滤水把残留在鸡蛋上面的碎壳都冲洗一下，这样宝宝不会误食划伤嘴。这是我在宜家买的一种瑞典的折叠鸡蛋饼。即便是速冻的，也不影响它的口感，非常好吃，也很方便，用微波炉热1分钟就可以了。水果准备一些草莓和蓝莓，每个宝宝的咀嚼能力不一样，根据自己孩子的咀嚼能力来把水果切割成不同的尺寸。鸡蛋饼好了，我们把它摊开，然后把它切成一条一条的，方便宝宝抓取。后需要一些奶油和巧克力酱，虽然佐佐已经17个月了，大人吃的东西他基本可以吃，但是我还是会限制他每个月吃不超过3次的奶油和巧克力酱。接下来就是我最喜欢的组装摆盘环节，把鸡蛋饼条、鹌鹑蛋和水果都先放入盘中，然后挤一些奶油，就这么多，把水果放在奶油上面，再挤一些巧克力酱，早餐就准备好了。Is it yummy? Yeah. 午餐打算做一个沙拉，先洗一些红色的羽衣甘蓝，超市里面有卖绿色和红色的，这个根茎是紫红色的。洗完后把叶子摘成一小片，放入沙拉碗中。这是我从 Whole Foods 买的不含盐的红芸豆，特别适合1岁以下的宝宝。先用剪刀剪开，把里面的液体倒出来，然后把红芸豆也倒出来，用清水过滤一下，把上面的浆液都洗干净。然后把红芸豆放入玻璃的储存碗中，放入冰箱的冷藏保鲜，这样的话大概可以放1个星期左右。佐佐不爱吃红芸豆，他偶尔会吃几颗，但是我从来不会放弃给他吃有营养的东西。这个 Flavor Bombs 是相对于其他小番茄来说更甜的一种樱桃小番茄。洗几个对半切放入沙拉中。接下来我们要煎一些鸡胸肉，先用厨房纸把鸡胸肉上的水分给吸干，然后再稍微腌制一下。我会用一些粉盐、黑胡椒粉、大蒜粉，因为我发现佐佐比较喜欢吃蒜香味的鸡肉。
再来一些橄榄油，把它抹匀，放置10分钟。锅烧热，融化1块黄油，用中大火把鸡肉放入锅中，因为我不想把鸡胸肉的表面煎得比较焦化，所以我放的黄油呢会比较多一些。我是每3分钟翻动一次鸡肉，大概在翻动3、4次之后，鸡胸肉的表面就变成了这种非常漂亮的金黄色。这个时候呢，鸡胸肉就已经熟了。这样煎出来的鸡胸肉口感多汁鲜嫩，不发柴，特别适合宝宝吃。鸡肉放凉后，我们根据宝宝的不同咀嚼能力，把肉切成适合宝宝咀嚼的尺寸。左左已经闻到肉香了，开始变得很激动。他最喜欢吃的肉就是煎鸡胸肉。切好之后，我们把它放在一个空碗里备用。我很喜欢用这种烤的核桃油来拌沙拉，因为它不仅营养价值高，而且非常清香，口感微甜，特别适合拌沙拉。给宝宝吃的沙拉酱，我一般会选择成分很简单的，以乳酪、蛋黄酱或者是牛油果为基础的这种沙拉酱，比如说像牛油果酱，还有 ranch。又是一个让左左特别激动的食物，橙子，他特别喜欢吃橙子，他又开始在激动了。我的惯用手法呢是将橙子横着切片，然后把周围的皮给切掉。当然有时候我会把皮刻意留下，是为了让左左知道橙子是有皮的，他要学习怎么剥皮。然后来2片这个我在 Whole Foods 买的有机迷你烤面包。这个他也比较喜欢吃，尤其是在出牙磨牙的时候，它不是特别硬，只是有一点点脆。然后是他最爱的马泽里拉芝士条。我们把拌好的沙拉菜装入盘中，然后再把鸡肉块放在沙拉菜上。把切好的橙子放入盘中，这样午餐就准备好啦。晚餐准备一点，因为懒得扒，所以我从来不吃的石榴。接下来我们再来煮一根黑色的糯玉米。这种玉米呢，它的口感是比较软糯，没有黄色水果玉米那么多汁，那么甜。这是左左第一次吃黑色糯玉米，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喜欢。玉米放入锅中，倒入水，水尽量能没过玉米。水开之后呢，我们等大概15到20分钟，这样玉米基本上就煮熟了。放凉后把它切成小块。如果是刚开始吃辅食的宝宝，可以把玉米粒切下来，然后把它碾碎给宝宝吃。接下来要烧一锅水，因为我们要煮意面。在等待水开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准备一些配菜，把芦笋洗干净切好，
放入锅中稍微炒一下，我会加一点盐、黑胡椒和大蒜粉来调味。这个是速冻的宝宝蔬菜小饼，它的成分非常简单，真的就只是蔬菜。这是西兰花和甜薯的，用微波炉叮30秒到1分钟就可以了。如果不爱吃菜的宝宝，可以给他们尝试一下这个。水开了，往里撒盐，然后加入贝壳意面，煮差不多15到20分钟。晚餐的水果准备了灯笼果，它是一种口感酸甜，但是不那么多汁的一种水果。然后又是左左爱吃的西柚，像西柚啊、橘子呀这种果肉上面带薄皮的，我都会把薄皮全部给它撕掉，然后把上面的这种纹路或者说是橘筋都给它去掉。一开始我也不是很熟练，就是剥着剥着就会把整个果肉全部都剥散了，然后剥了很多次以后，现在就是非常熟练了，就基本上剥掉它的这些皮，还能有这个比较完整的果肉。左左特别爱吃西柚，如果我不阻止它，它一次能吃掉半个。虽然西柚它营养价值很高，含丰富的维他命 C， 但是我每次都会限制它吃最多不超过3瓣，因为什么东西都是适可而止，适量的才是最好的。面好了，我们把水倒掉，让它控一下水，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意面酱加进去。今天就用这个4种乳酪制成的奶油乳酪意面酱，我们放2勺进去，然后把它搅拌均匀就可以了。又到了我最爱的组装摆盘环节，我一般会在意面上撒一些干的欧芹碎来做个调味。今天还会用到一个特别产品，是我从宜家买的这个红色海草珍珠，它的成分特别简单，0卡路里，只有210毫克钠，其他成分都是0。它的味道当然就是海水的咸味啦，所以我会少放一点点，只是起到一个调味的作用。最后把水果和蔬菜小饼还有玉米放入盘中，晚餐就准备好了。Are you ready? Okay.